更年期不是衰老，是大脑的能源危机。45岁，你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突然发现自己忘了刚才要做什么。这种事最近越来越频繁。上周你在超市里站了5分钟，想不起来自己进来要买什么。昨天开会的时候，一个你用了10年的专业术语，突然从脑子里消失了，就像有人把它从词典里撕掉了一页。你开始偷偷搜索早发性老年痴呆。晚上更糟，凌晨2点，你毫无征兆的醒来，后背全是汗，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你翻来覆去，脑子里开始自动播放灾难片，工作会不会丢？身体是不是出了大问题？老公最近怎么越看越烦？你知道这些想法不理性，但你控制不住。你去看了医生，医生看了看你的年龄，问了几个问题，开了一盒抗抑郁药。你拿着药盒回到家，心里有个声音说，我不是抑郁，我只是觉得自己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如果这些描述让你觉得像在照镜子，我需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没有在消失，你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长达10年的能源切换。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我之前做过几期关于大脑和心理健康的内容，抑郁症、焦虑症、惊恐发作、双向情感障碍、产后抑郁，每一期的核心论点都一样，那不是你的性格问题，那是你的大脑化学出了状况。今天这一期，我要讲一个影响面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但被误解的最深的话题，围绝经期，俗称更年期。你可能觉得更年期就是老了，月经停了，热一热就过去了。这个认知是错的。围绝经期不是一个结果，是一个过程。它从你大约40到45岁开始，一直持续到你完全绝经之后，整个过程平均4到7年，有些人长达14年。中国女性的围绝经期平均从46岁开始，绝经年龄在48到52岁之间。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个过程的核心不在子宫，在大脑。2015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布林顿教授在《自然内分泌学综述》上发表了一篇极其重要的论文。他的核心论点只有一句话，围绝经期本质上是一个神经学转变状态，不是生殖系统的退休仪式，是大脑的一次系统级能源改造。这意味着什么？我一层一层拆给你听。第一层，你的大脑正在失去它的主要燃料。你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 2%， 但它消耗你全身 20% 的能量。而大脑最爱的燃料是葡萄糖。雌激素在这件事里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大脑葡萄糖供应链的总调度。雌激素负责调节葡萄糖转运蛋白的表达，让葡萄糖高效地进入脑细胞。它还负责推动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也就是脑细胞发电厂的核心运转。简单说，雌激素就是大脑发电厂的厂长。围绝经期发生的事情是，这个厂长不是突然辞职了，而是开始3天打鱼2天晒网。有时候来上班干劲十足，雌激素飙到比正常水平还高，有时候连续旷工好几天，雌激素跌到谷底。这和产后抑郁完全不同。产后是断崖式下跌，48小时内孕酮和雌激素从最高峰直接坠到接近于0。那是一场化学海啸，来得猛，走得也相对快。但围绝经期是另一种折磨，它是忽高忽低，反复无常，持续数年的激素过山车。你的大脑每天醒来都不知道今天的燃料供应是充足还是断供。布林顿教授把这个状态叫做大脑的生物能危机。2024年，康奈尔大学的莫斯科尼教授用一种叫做福代雌二醇的放射性示踪剂做了一项脑成像研究。他发现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围绝经期女性的大脑细胞表面雌激素受体的密度在显著增加。这是什么意思？你的脑细胞在疯狂地长出更多的天线，试图捕捉越来越稀少的雌激素信号。就像手机信号越差，你越拼命举高手机。而莫斯科尼发现，受体密度越高的女性，记忆力越差，情绪症状越严重。你的大脑不是在退化，它在挣扎，它在用尽一切办法维持正常运转。第二层，不只是能源问题，你的情绪调节系统也在被拆解。雌激素不光管能源，它还直接调控你大脑里3个最重要的情绪化学物质。
第一个，血清素。血清素是让你觉得日子过得下去的神经递质。雌激素负责调节血清素合成酶的活性，也就是说，雌激素是血清素生产线的质检员。质检员3天打鱼2天晒网，生产线就乱了。第二个 GABA 是大脑的刹车系统。还记得我讲产后抑郁时说过的别孕烯醇酮吗？它和安定药化学结构几乎一样，直接作用在 GABA 受体上，是天然的镇定剂。围绝经期，孕酮下降，别孕烯醇酮的供应也跟着断断续续，你的刹车系统时灵时不灵。第三个，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个名字太长了，你只需要知道它是脑细胞的化肥。没有它，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会变得脆弱，新的记忆难以形成，旧的记忆容易丢失。雌激素波动直接影响这种营养因子的分泌。3条生产线同时出问题，血清素乱了，你情绪低落； GABA 失灵了，你焦虑失眠；神经营养因子减少了，你记性变差。这不是3个独立的症状，这是一个统一的神经化学事件，源头只有一个，雌激素的混乱波动。第3层是一个让我非常愤怒的现实。有一项调查发现，当女性因为围绝经期的症状去看医生时，39%的人被开的第一张处方是抗抑郁药，而不是激素替代治疗。1/3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量的女性，她们的问题明明是雌激素供应链断裂，但医生把她们当成了心理疾病患者来治。2024年，柳叶刀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综述。布朗教授带领的团队分析了12项前瞻性研究后得出结论，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更年期会普遍增加抑郁症的风险。风险升高主要发生在特定亚群，有严重潮热、睡眠被严重干扰或者有抑郁病史的女性。更关键的是，这篇论文明确警告，把心理痛苦错误地归因于更年期可能会伤害女性，因为它会延迟准确的诊断，延迟有效的心理治疗。反过来也一样，把明明是激素问题导致的情绪崩溃当成抑郁症来治，用抗抑郁药去处理一个不是抗抑郁药能解决的问题，同样是在延误。这个诊断的两难困境才是围绝经期最被忽视的陷阱。它的症状和抑郁症高度重叠，失眠、情绪低落、注意力下降、社交退缩、对生活失去兴趣，但病因完全不同。一个是神经递质系统的原发性故障，另一个是激素波动引发的继发性连锁反应，治法也完全不同。如果你是一个45到55岁之间的女性，你最近开始出现这些症状，而你的医生没有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的月经周期最近有什么变化，那你需要换一个医生。第4层，关于脑雾。围绝经期女性最常报告的认知症状是脑雾，觉得脑子里灌了浆糊，想事情像在水里走路。2023年，梅特卡夫团队的研究综述发现，围绝经期受影响最大的认知功能是语言学习和语言记忆，就是你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刚读的东西转头就忘的那种体验。同时，加工速度、注意力和工作记忆也可能受到影响。但这项研究也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围绝经期女性的认知表现是抑制的，有些人在某些认知领域反而变强了，另一些人变弱了。这不是一个统一的衰退模式，更像是大脑在重新分配计算资源。还记得我讲产后抑郁时提到的霍克泽马教授的研究吗？怀孕会让女性大脑灰质发生大面积的结构性改变，就像青春期的突触修剪。围绝经期的大脑也在做类似的事，不是损坏，是重组。你的大脑在适应一种全新的激素环境，这个适应过程是混乱的、痛苦的，但它不是一条单行道。莫斯科尼教授的脑成像研究也支持这个判断。他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大脑确实在结构、连接性和能量代谢上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中有一部分会在绝经后逐渐稳定下来。你的大脑不是在衰老，它在过一个极其漫长的坎，但过坎的代价是真实的。40%到60%的围绝经期女性经历失眠。失眠又是什么？是大脑修复自身的唯一窗口被堵住了，
我在焦虑症那一期讲过，睡眠剥夺会让杏仁核对负面刺激的反应增加 60% 以上，同时前额叶功能下降，又是一个恶性循环。激素波动导致失眠，失眠加重认知和情绪问题，认知和情绪问题加重焦虑，焦虑加重失眠。第5层是文化层，更年期这3个字在中文语境里已经变成了一种骂人的话。你更年期了吧？潜台词是你不理性，你暴躁，你无理取闹，你老了。这个标签的杀伤力比疾病本身还大。中国有大约2亿1千万女性正处于围绝经期，但调查数据显示，大约 70% 的女性把自己的症状归因于亚健康，或者就是年纪大了，导致干预严重滞后。你的身体在经历一场系统级的神经化学重组，你的文化在告诉你这叫老了，忍忍就好。这和产后抑郁被叫做矫情，焦虑症被叫做想太多，抑郁症被叫做不够坚强，是完全同一个模式。社会用一个标签代替了一个诊断，用一句废话代替了一次治疗。我做这个系列的每一期砸的都是同一面墙，你的痛苦不是性格缺陷，是可以被科学测量，可以被医学干预的生理事件。讲到这里，我该说说怎么办了。第一，去看医生，但不是随便什么医生，是了解围绝经期的妇科内分泌医生。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测你的激素水平。第二，了解激素替代治疗。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的指南明确指出，激素替代治疗是围绝经期情绪问题的一线治疗方案。2022年，赫尔森团队的综述指出，雌激素在围绝经期，注意是围绝经期而不是绝经后，对抑郁症状有显著疗效。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概念，太早或太晚启动效果都不一样，所以越早识别围绝经期，越早和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效果越好。第三，运动。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废话，但运动在这个场景下的作用机制非常具体。有氧运动可以直接刺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就是那个脑细胞化肥。你的雌激素管不了的事，运动可以部分接管。第四，把你的睡眠当作最高优先级来保护。围绝经期的睡眠问题不是年纪大了睡不好那么简单，你的大脑正在进行系统级改造，而深度睡眠是改造工程唯一的施工窗口。堵住这个窗口，改造就会失败。如果你的睡眠问题严重，去看睡眠专科。第五，告诉你身边的人正在发生什么。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你的同事，不是为了博同情，是为了让他们理解你不是在无理取闹，你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长达数年的能源系统切换。你需要的不是你别想太多，而是我知道你很不舒服，我在。最后，我想说一件让我很感慨的事。我之前讲产后抑郁的时候说过，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让母亲独自带孩子的灵长类动物。今天我要再加一句，人类也是唯一一个让女性独自穿越更年期的物种。在传统社会里，年长女性是整个社群的智慧中心，她们不再承担生育任务之后，成为部落里的导师、调节者、知识传承者。人类学家把这叫做祖母假说。女性之所以在进化上拥有远超生育期的寿命，是因为她们在绝经后对整个族群的生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现代社会做了什么？它把这个阶段重新定义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个女人从生育价值被榨干的那一刻起，就被贴上了过期的标签。这不是生物学的判决，这是文化的暴力。你的大脑没有在衰老，它在切换到一种新的运行模式。这个切换过程是痛苦的，是混乱的，但它的终点不是衰败，是另一种稳态。你不是在变成一个更差的自己，你是在穿越一场风暴，走向一个不再被激素过山车绑架的大脑。如果你正在经历围绝经期，或者你身边有人正在经历，你是怎么面对的？有什么经验、什么困惑、什么你一直想说但没人问过你的话？评论区告诉我。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